西藏日喀则虽然没有拉萨那么知名，也不比岭芝气候宜人，但却是一座有底蕴的城市。在藏地千年长河中，日喀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历史的重大事件中，它似乎都作为参与和见证者。所以呢，这也是咱们日喀则值得骄傲的地方。把时间往回看200年左右，夸喀起兵通过吉隆和扎木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，一路到达城市中心，把扎什伦部洗劫一空。十全老诗人乾隆派出大将军福康安，也就是《还珠格格》里面阿康的原型之一。咱们就是说，在青藏高原跑步都是气喘吁吁，而福康安还能冲锋，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。他率军从青海出发，大冬天里伴随高寒和风雪，花了不到2个月，接近50天左右到达拉萨，并击退了夸喀骑兵，收复失地和财物，保卫了祖国的边境安全。现实中的福康安不像电视剧里面那样，心里只有紫薇，还有家国情怀。在日喀则吉隆沟陡峭的岩壁上，他用4字表达了收复边境的功绩：招提避雷，字字铭刻于心。从古代到现在，吉隆都是通往南亚国家的要道。咱们去旅行尼泊尔，大部分都是从吉隆口岸走的。这里到尼泊尔由公路，路程只有10多公里，所以呢，很多尼泊尔人都到中国吉隆来做生意。当然了，日喀则吉隆不仅仅是边境小城，也是咱们国家的宝库哦。自然资源丰富，就像天然的野生动植物博物馆。咱们从日喀则市区出发，经过定结县、定日县、珠穆朗玛自然保护区，再走过日喀则最大的湖泊佩古措，又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红达拉姆雪山，进入吉隆县，然后咱们去往吉隆镇。路上是一段狭长的山谷，在山谷中行驶，咱们首先要注意碎石，在并不宽阔的道路上一定要慢，安全第一。如果走到这儿刚好是白天，那么两旁的峭壁公路上，说不定就能看到野生动物。我后面的这个山上面有很多野生动物，特别多，有一群的。贝贝，比如说卓玛，当时看到后忍不住惊讶，不过没认出是啥动物。各位朋友能帮忙看看吗？再往前一段时间，海拔越来越低，从荒莲到有绿色点缀，最终看到的就是五彩斑斓、勃勃生机的世外桃源。这里就是吉隆沟腹地。如果从内地到拉萨，再从拉萨到吉隆沟，眼前的景象可能会让你怀疑自己穿越。在西藏呢，有这种大大小小的瀑布有很多。这个瀑布呢是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沟里，也是著名的一个县城吉隆沟里面的一个。到达吉隆城镇之前，必经的就是眼前的开热瀑布。过去这个高悬的飞瀑会把公路冲塌，现在咱们去看到的就是新修的观景台，把道变成公路桥，这样就能直接流入旁边的吉隆藏布。这条飞瀑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，365天年年不休，热烈欢迎每一位前来的朋友。有个吉隆沟不仅仅是珠穆朗玛峰后花园，更被誉为野生动植物博物馆，数量超过2000种。种的就是密叶红豆杉植物，也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，所以这个我们吉隆这边就是种特别多，所以这个要保护好。没错，红豆杉是全世界公认的稀有植物，属于国家重点一级保护植物，被称为世界植物界的大熊猫。在西藏日喀则吉隆，重点保护植物超过20种以上。这个地方有蚂蟥，但是现在天气很好，应该很少，但是下雨的话就会很多。我现在就是全身有点麻，我害怕。在前面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郡，这个郡叫喇嘛郡。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吃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乱吃蘑菇。这个真的好像喇叭耶，好漂亮。在这种地方，这种郡很好看的郡非常多，但是大家不要去乱吃哦，不然你就躺板埋了。这个树呢叫青冈树，一般松茸呀，还有灵芝那些都会长在这个树下面，要不去看一看。
很多朋友一定好奇，为啥西藏日喀则也有这样的地方呢？因为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流，导致日喀则很多地方看起来都比较荒凉。而吉隆沟正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条裂谷，获得了水汽滋润，自然就成了植物天堂。和吉隆沟一样的还有日喀则亚东沟、陈塘沟、扎木沟、噶玛沟等地。容易不想放弃，就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。为自己的日子写。那是野生花雕树，它是花雕好的。这个呢是纯野生的。各位朋友到吉隆来玩，一定注意不要带火，这里的野生保护植物太多。不过卓玛不是植物专家，当时没有拍到更多的珍稀植物，也可能有的不认识。除此之外，吉隆有雪豹、豹猫、金钱豹等，还有卓玛一直想拍到的猞猁。下次再去吉隆，争取多拍拍宝贵的自然资源，看看咱们的财富。现在已经快进入冬天了，而日喀则吉隆沟呢，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下，所以呢，下雪之后也会有封山的情况。冬天要准备好防滑链，夏天要注意泥石流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哦。有时候走在路上，常常能看见路边峡谷出来的各种野生动物。咱们在车上时还看到了一种野兽从公路窜到丛林中，它又像狐狸又像狗，也有点像狼。卓玛刚开始就没有认出来，因为第一次见。各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动物吗？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是西藏最繁华的城市。我看到几十年前比县城还小的地方，现在发展的这么好，如此的繁华，灯红酒绿，霓虹闪烁。回去的路上，坐在车里看到繁华的拉萨夜景，一路上我都在想，西藏现在这么美，藏族人的生活这么好，不就是这些路带来的吗？祖国为西藏修路，路给我们带来财富。藏族姑娘卓玛看西藏交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藏族影看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现在在西藏林芝，待会儿准备坐火车去拉萨。林芝火车站距离市区22公里左右，可以通过的士车、网约车、公交车、客运班车到达。公交车和客运班车为13块钱，相对比较实惠。我们要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。每天从林芝站开出的列车有3趟，2趟的终点为拉萨市，还有1趟终点为日喀则市，但是都会经过山南市。最早的一趟是早上8点45发车，属于传统的绿皮火车。中午12点和下午5点都是最先进的动车组。过去西藏只有拉萨火车站、日喀则火车站，目前已通车的林芝到拉萨段是川藏铁路其中的一环。除了连接青藏铁路，未来还会与滇藏铁路共线。川藏铁路雅安到林芝已经开工建设，总共投资3000亿元左右，是全世界最难修建的铁路，全部为电气化线路。大连铁路全长435.48公里，是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，投资金额366亿元，修建时间也超过6年。当西藏的人平稳地坐在火车上，背后是祖国还有铁路建设者的奉献。每次卓玛坐上火车，内心的自豪油然而生，我们中国人都是英雄。后面呢是普通火车，然后这边是高原复兴后内电双元动车组。当停电的时候，就会立即启动内燃系统，这是完全由我们国家研制的动车。我现在已经到西藏的 CBD 日光城拉萨，让我先休息一下吧。我现在在山南火车站，这条铁路呢，从林芝开始，终点站是拉萨，目前是西藏唯一一条电气化铁路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候车厅了，因为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趟，然后人比较少。咱们现在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，第一座寺双月寺，这个主要介绍的是山南的咱们藏文化的文明。大林铁路沿途的每一座火车站都有不同的藏式风格。在山南火车站顶的图案，为了表达这里作为藏文化的起源意义。山南是藏式文化的发源地，壁画上展示了唐朝文成公主进藏时的景象。除此之外，林芝火车站有川藏铁路材料和动工的展示，能深切感受到高原铁路修建的不容易。大家到了也不要错过。咱们这个建筑的建筑面积是15000平方平米，咱们这个1层和2层啊，各有6000平米的那个后承面积。
咱们总共一层加起来有1960个候车座椅，这里面包括120个这个按摩座椅，总共是1960个。咱们同时能容纳3000人候车，这个整个一层。咱们现在这个动车组开启以来，咱们从建设之初，包括咱们的电子车票，都自动闸机、检票口都全是自动的，拿身份证给他挂俩进站，包括出站都是自动人脸识别。所以咱们这个从建设开始，因为它的定的标准就是跟内地的那个所有的高铁站是性质是一样的。往真的就对，那个是从临时的过来，咱们东北大的对，这个你上课是一样的。在西藏的火车站检票，小孩和老生都是优先通过。来了，看到大灯了。内心真的超级激动。高原内电双元动车。这是我们美丽的复兴号，中国基建世界第一。看到上面的这个线了没有？就是电力系统。我们现在进去。川藏铁路为什么修建很不容易呢？主要是因为海拔的落差，一会儿我们要爬到5000米，一会儿要降到3000米，沿途都是高山湖水，常年覆盖冰雪，也给筑路英雄增加了麻烦。以拉林铁路局内海拔最高的桥修建在3350米，钢管拱主坡430米，卢拱钢管直径最大1.18米，单钢管混凝土顶升方量1022方，位列4个世界第一。沿途这400多公里有121座大桥，还有47座隧道，全长216.5公里。列车行驶的路段90%都是3000米以上的高海拔，最高处有5200米左右。即便是在3000米的平地，有人也会高原反应。那么筑路英雄们值得我们每个人敬佩铭记。不过当你坐上高原铁路，完全不必担心，因为火车整个车厢都有供氧的。这里就是复兴号的1等座，而且它这个桌子比较高级，就是在座位的旁边，直接是这种。这个动车组整个就有供氧，还有在凳子下面也有吸氧口。我们现在就测一下它的稳定性。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商务舱。这里应该还可以调节方位。无线充电器，手机放在上面，它就自动充电。无论是商务座还是普通座，乘务员都会给您提供一个细致的帮助。高原最高时速160公里的高速铁路大大拉近了西藏各个地方的距离。拉林铁路西营地区面积22.63万平方公里，受益人口131万人，而我也是受益的一份子。过去从林芝到日喀则需要坐8小时，然后在拉萨住1晚上，现在我到达日喀则只需要6个小时。祖国对于西藏的关心从未间断过，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。除了这些供氧系统之外，还有专业的乘务员，所以大家到西藏来旅行就不用担心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到拉萨车站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坐在车里看到繁华的拉萨夜景，一路上我都在想，西藏现在这么美，藏族人的生活这么好，不就是这些路带来的吗？祖国为西藏修路，路给我们带来财富。这一刻，我对自己的身份倍感自豪。我爱中国，我爱西藏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是西藏最繁华的城市。我看到几十年前比县城还小的地方，现在发展的这么好，如此的繁华，让我们觉得迷魂闪烁。